此时的何英秀身穿一身洁白的婚纱，再结合她那远超同龄人的身材和气质，一瞬间便惊艳全场。这婚纱虽然是苏守道陪着她挑选试穿的，但如今在结婚的舞台上看到何英秀穿着婚纱的样子，苏守道依旧感觉眼前一亮。随后他在司仪的引导下迈步来到何英秀与何老爷子的面前，从何老爷子的手中将何英秀接过，然后牵着她来到了舞台之上。这时司仪开口道，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一位特别来宾，他是今天这对新人特地邀请的证婚人。两位新人都曾跟我说过，他们说他们两个能走到一起，多亏这位证婚人的帮助，所以现在就有请证婚人叶晨叶先生登台致辞。台下的宾客纷纷鼓起掌来，而换好一身西装的叶晨也缓缓站起身，迈步走向舞台。上台前，白金汉宫的工作人员递给叶晨一支麦克风，叶晨接过之后，大步登上舞台，来到了一对新人的身边。拿着麦克风，叶晨微微停顿片刻，随即开口道：很荣幸，也很惶恐，能被两位长辈邀请到这么有意义的婚礼现场，来做他们两位的证婚人。我这次没准备什么长篇大论，只是想跟两位长辈以及各位来宾说一说我的心里话。说着，叶晨停顿2秒，继续道：我的父母走得很早，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们在我年幼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完美的家庭氛围，他们彼此相爱，并且能在生活中相互包容、相互体谅、相互扶持。而他们用实际行动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生活只要遇到对的人，找到对的方向，就能够一路披荆斩棘，无往而不利。这种披荆斩棘无关能力与财富，也无关强敌与危险，这种披荆斩棘关乎的是生活中所有的负面与苟且。在我的记忆中，哪怕他们最后身无长物，只能带着我租住在一处破旧简陋的小院子里，他们依旧深爱彼此，并且热爱生活。我的母亲每天会尽她所能收拾好家里的每一个角落，也会用尽心思做好案板上的每一份食材，并且一直保持热情与微笑。而我的父亲会拼尽全力在这座城市里寻找养家糊口的机会，即便回来时满身尘土与汗渍，依旧与我母亲一样保持着热情和微笑。他那段时间虽然非常辛苦，但从不会抱怨生活的不顺与苦难，因为在他眼里，只要妻子与儿子都在身边，生活中就没有苦难。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艰辛而忽略了对我的教育。在我记忆中，我父亲最后一次教我读书，读的是宋代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讲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段话的时候，他放下书本，告诉我，人这一生不要奢求这辈子过得多么富足，也不要奢求这辈子走得多么高远，只要一直在用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一直在做正确的事，哪怕在外人看起来碌碌无为，也依旧不枉此生。父亲对我的教育一直深深影响着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让我真正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让我即便是睡在30多层的建筑工地楼顶，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依旧对生活保持热情与微笑。说到这里，叶晨深深吸了一口气，认真道：我说这些是想告诉今天到场的所有来宾，我父母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人生最大的幸事不是拥有了多少财富或者多大成就，而是能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并且与正确的人一起做正确的事。如果一切符合这3个正确，那你就是最幸福的，也是最成功的。所以我在这里也衷心的希望2位新人也能够在这3个正确的基础上携手一生，幸福一世。谢谢大家。叶晨发自肺腑的演说让在场所有人都不禁为之动容，他们在不断鼓掌的同时，也不禁对叶晨父母神仙眷侣一般的爱情感到敬佩和向往。而且现场这些人都知道叶晨的身份，
他们知道当年叶长英带着老婆安承熙与儿子叶晨离开燕京时的落寞，知道他们来金陵后不久便命丧于此，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即便褪去了大家族的光环与背景，也没有任何落魄与不甘，他们依旧能乐观地面对生活，并且将自己的小家庭经营得极致完美。即便不依靠叶家的一切，叶长英依旧能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亲手建造一艘属于自己那个小家庭的小船，然后洗干净自己的头发，爬上桅杆，撑起那葡萄枝嫩叶般的家。而安承熙也能放弃自己的所有光环，全心全意守在他和儿子身边，用心把这个小家庭打扮得温馨又漂亮。这一刻，所有人对叶长英与安承熙更加刮目相看，而苏守道心里也万分惭愧，回想自己在苏家失势后的愤怒不甘，自己与叶长英之间还真是差了10万8千里。也是这一刻，他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儿子之前不过就是个学历与经历光鲜亮丽的草包，而叶长英的儿子即便在孤儿院里长大，在建筑工地上成长，也能够卓尔不凡。真正的差距是叶长英对待生活、对待家庭的态度，那份豁达，那份责任以及那份热情与用心，是自己拍马也追不上的。苏家老爷子刚才还在心里暗骂儿子和孙子不成器，可这一刻他才意识到，儿子和孙子的不成器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己对他们的教育和影响。自己和自己的儿子都没能像叶长英那般伟大，所以自己和自己的儿子也都没有一个如叶晨般优秀的儿子。伊藤雄彦此时早已老泪纵横，他这辈子能用命来宠伊藤菜菜子，但他灵魂深处最大的遗憾，却是没能留下一个儿子来延续自己的姓氏与衣钵。此番听闻叶晨这番话，这种遗憾瞬间又被放大了无数倍。遗憾瞬间被如此放大，以至于他心中觉得弥补这个遗憾的机会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叶晨做自己的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即便放在欧美，女婿的叫法也是安，直译过来就是法律层面的儿子。伊藤雄彦心中不禁大声疾呼：妈的，法律层面的儿子也是儿子啊！而此时此刻，台下那些叶晨的那些红颜知己们，一个个也早已经红了眼眶。他们知道叶晨从童年开始，很多年过得并不容易，今日才意识到，原来他失去的竟然是一对如此完美的父母。若是换做别人，恐怕那种天堂到地狱的落差早就一蹶不振了。可是叶晨却靠着父母留给他的精神遗产，一路坚持了下来。此时的他们也不约而同地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在叶晨心目中，那个正确的人究竟是谁？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